秦明，我真受够你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的事你少管。虽然咱俩结婚了，但是你没有权利。你看看你这样，邋里邋遢，哪点配得上？你再看看无良，坚持健身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你拿什么跟？你给我回来！不就是吵个架吗？你还学会离家出走了？你这辈子都不会像无良一样有出息！你最好别求着我回来。秦总，这么晚找有什么事？我想委托你这个金牌律师，帮我处理辞职和离婚的事情。好，我明天到公司找您，先处理辞职的事。握不住的沙，不如养了它。是该和无能自己告别了。这就是钱总吗？这也太帅了吧，简直大悲六了！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！秦总监那个华丽的转身，天哪，简直闪瞎我的眼睛！老赵啊，你不会也是因为秦总研发的新产品才来的吧？废话，现在10几家投资机构追他，我不早点来，怎么能有机会追加投资啊？你老王不也鸡贼的很吗？赶紧的，这是他的期货。秦总，快，我们赶紧追上他！说什么这次也该咱们投资了。王总、赵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让副总。秦总，天气新产品马上就要发布了，这次就让我和老赵投资呗，我们各投5个亿。秦总，你可得想好了说，要不然我们可不放你进去。哪有上厕所堵人的？这次让你们投资，会长可憋不住。稳了，我这就给其他投资人打电话，这次的产品咱们抛圆了。这次啊，咱们就等着数钱数的手软吧。秦总，您都连着通宵加班3天了，今天可是您和苏总的结婚纪念日，还加班啊？这不是到了公司新一轮投资的关键时刻，产品不能出错，等忙完了再过也不迟。好。老秦，哎呀，老秦呐，家都被偷了，你还在那加班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不，你老婆苏总跟她的初恋无良约会去了，还用公司的钱给他买了一块劳力士，一辆法拉利呀！你弄错了吧？诗诗晚上不是陪客户吃饭去了？哎，你自己看。以旧换新，感谢老板的特殊关爱，未来也要携手共度每一天，为爱干杯！老秦呐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！你先回去吧，我问怎么回事。无良，谢谢你今天陪我，我很开心。只要让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
对了，诗诗，你送我法拉利和劳力士，你老公秦明好像很生气，刚才打电话骂了我一顿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吧。秦明，你管得也太宽了。吴良是公司销冠，我作为总裁奖励他一下怎么了？你凭什么打电话骂人家？你凭什么打电话骂人家？我什么时候打电话骂人家？你给我搞清楚，公司是我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我说了我没有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你骂没骂自己心里清楚？有骂人的功夫，你不如好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。在公司还玩手机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总裁？我工作一天一口饭都没吃上，我吃2口饭看2眼手机，我怎么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在这邀功了是？一顿饭不吃又饿不死，你在这矫情什么？你少在这给我装听不见。明天要发布的新产品是公司争取新一轮投资的关键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为了获取投资，我加班加点通宵研发新产品，我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。你在干什么？别人买法拉利，买劳力士，和别人共进烛光晚餐。再问问你知不知道，明天发布的新产品是获取投资的关键。研发新产品是你的本职工作，奖励销冠劳力士、法拉利、共进晚餐也是我的工作，这有什么好不理解？你不就是因为结婚纪念日没收到礼物，心里觉得不平衡吗？好，我给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想要手表，我特意给你选了一块浪琴限定的。我对你这么贴心，你还摆着个臭脸，你发什么邪火？你发什么邪火？二手东西太脏，我没兴趣。诗诗，东西买好了，我现在给你送过去。辛苦你了，等我回去好好谢谢。行，我给你买个新礼物，行了吧？一天天就知道斤斤计较，一点男人味儿都没有，烦死了，没劲。秦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是觉得结了婚我就是你的专属物品，还跑来跟踪我，贱不贱？我下班了，要回家休息有问题。至于你，随便。你最好不是跟踪我，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回家等着就是。法拉利漂亮吧？价值1000多万呢。我不要，诗诗非要送我，你说这……谁让你往家里带啤酒的？你不知道诗诗闻到酒味就想吐吗？我带东西回自己家，你管得着？再说，喝红酒不吐，闻到啤酒味就吐了。我那都是为了工作，你阴阳怪气什么？我看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老婆，没有这个家。那你呢？你心里面有我这个老公，有这个家吗？我怎么没有？你不就是因为我奖励了吴良一辆法拉利，心里不平衡吗？我也送你一辆，够了吧？
送你一辆，够了吧？还不赶紧谢谢他？你也得再谢谢吴良，为了满足你的嫉妒心，他跑了全程才买。你觉得我能挤上这么小的车？算了，我也不需要。你爱送给谁送给谁。秦明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在这装什么装？我知道你是在意这辆法拉利，但是请你搞清楚，公司是我的，这辆法拉利也是吴良作为销冠的奖励。哎，诗诗，我顶风冒雨跑业务不是为了钱，我只是想替你分担一下。他风里来雨里去，为了公司不辞辛劳的跑业务，有一辆好车充场面怎么了？而你不过就是一个破程序员，有什么资格跟他比？更何况现在公司现金流紧张，我冒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给你买车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花1000万买法拉利，公司资金充足，给我花3、4万就有资金链断裂的风险。算了，我现在也不在意。你的公司，你以为诗诗的钱大风刮来了？你还得寸进尺啊！秦明，我真受够你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的事你少管。虽然咱俩结婚了，但是你没有权利。你看看你这样，邋里邋遢，没点配得上。你再看看吴良，坚持健身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你拿什么跟？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自己心里面没数吗？他一个销售，不陪客户，不跑业务，反而有时间健身。算了，随便吧。你的公司我不去。你给我回来！不就是吵个架吗？你还学会离家出走了？你这辈子都不会像吴良一样有出息！你最好别求着我回来。秦总，这么晚找有什么事？我想委托你这个金牌律师，帮我处理辞职和离婚的事情。嗯，好，我明天到公司找您，先处理辞职的事。握不住的沙，不如养了它。实感和无能自己告别了。这就是钱总吗？这也太帅了吧，简直大悲咒了！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！秦总监那个华丽的转身，天哪，简直闪瞎我的眼睛！诗诗，不是我挑拨你们的关系，你都送他一辆车了，他还冲你发脾气，这哪有一点当老公的样子？我也是倒了8辈子才能嫁给一个这么小肚鸡肠的男人。苏总，王总和赵总马上就到了，咱们今天的新产品推介会，端湖集团的生死，这秦总怎么还没到啊？我给他打电话都没人接。叶副总，你这话说的好像秦明一个技术总监是集团总裁似的。我提醒你一点啊，集团总裁是诗诗。我也提醒你一句，王总和赵总有一项投资的产品是秦总研发的。行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小肚鸡肠也就算了，现在还罢工，你过了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用等过了今天。秦总，你还知道来上班？秦明，你也太过分了，说你2句你就上纲上线了是吧？还有，你这穿衣服能不能不要模仿无良？你这种东施效颦的行为很幼稚，很可笑，知道吗？苏总，投资人已经到会议室了，咱们能不能先谈工作？你的笔记本呢？群里的文件看了没有？今天的新产品推介会由你来主持，如果不能打动投资人，集团的现金流就会断裂，事关集团生死，你最好不要跟人掉链子。什么群文件？不好意思，诗诗，我忘把他拉进群里了。没关系，那不重要，因为
我辞职不干了。这是辞职申请书，签字的。你说什么？辞职？谁允许你在集团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辞职的？秦明，你工作时候不务正业就算了，诗诗就说你2句，你就拿辞职为由要挟他，你太自私了吧？秦明，你至于这么小心眼？有点大局观行不行？我从来不奢求你能像吴良一样，在我困难的时候为我遮风挡雨，但你至少别拖我后腿啊！昨天的事就当我错了，行了吧？秦总，你就消消气，这毕竟你也是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啊。对呀，今天是关乎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候，就算是为了你自己，你也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吧？我负什么责？公司是你的，你来不就好了？该负责的人是你。不行，还有我们的吴经理，他是公司的销冠，想必对公司的产品比我熟悉。苏总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王总和赵总有意向投资的是秦总研发的产品，不是公司。我不签字，你就还是公司员工。我命令签字。随你便。就算你不签字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员工提出辞职后30天后自动生效。你少在这给我拿腔拿调！我告诉你，就算没有你秦明，还有无聊。诗诗，你放心，公司的大小事情我都清楚，我去和投资人讲解也一样。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王总，哎呀，终于来了，赶快开始吧！我和老赵都等着你的新产品，带着我们发财呢。可不是，这位是王总你好，今天的推介会由我主持。这位是你的助理。哎，两位别误会，我可没有他这样的助理。既然不是助理，有什么资格主持今天的推介会啊？苏总，什么情况？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是这样，两位老总有所不知，这个产品是我一手策划的，秦明只负责执行，很多细节他并不清楚。对，吴良呢是总策划，他对产品比较了解，所以才让他来给两位介绍。请二位放心入座，我们的新产品绝对不会让两位失望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国内一直遥遥领先，而我们即将发布的新产品即将颠覆整个行业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停电了？完了，好端端的怎么停电了？我的东西还没有保存呢。接着讲下去呀，别停下来呀。我吴良他是策划，但是最终的执行人呢是秦明，要不就让秦明继续给两位讲吧。我们的大销冠吴经理不是说很多细节我不知道，还是让他讲吧，别耽误了投资。你不是总策划，你不是对产品知根知底吗？是吧？离了 PPT 就讲解不了了？你这个策划总监，该不会也是滥竽充数吧？你这个策划总监，该不会也是滥竽充数吧？秦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不就是没让你当主角吗？你就在这发脾气，给吴良使绊子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作为公司的员工，能不能有点责任心，有点担当？诗诗，我看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等我稳住两个投资人再追究他责任。让两位见笑了，实在抱歉，我不是不能讲，而是有些数据需要通过 PPT 去呈现。您放心，我们的新产品绝对不会让二位失望的啊！
好狗不挡道，我看你是诚心挡二位老总的路是吧？让！两位老总，要不这样，晚上我组局，咱们不醉不归，顺便那个投资协议给签了。钱总啊，不，小秦啊，你都提离职了，按理说这种场合不应该带，但我和诗诗啊要照顾两位老总，总得有个人端茶倒水吧？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，啊！端茶倒水是服务员该做的事，我一个辞职的人就不去了。你不去啊？那你要不去的话，我和老王都不去了。秦明，你个窝囊废也敢在今天这种场合给我甩脸子，你也配？无良都已经给你台阶，你还得寸进尺，你不就是想让两位老总看笑话？我看你今天就是想故意破坏投资。你有病吧？我还需要别人给我台阶？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做的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给我台阶？就别他是我未来的丈夫，公司的总裁。我命令你马上给无良道歉，并且赔偿他精神损失费，否则我就跟你离婚，让你净身出户。终于不装了是吧？好，你做了初一，那我就做到了15。老王老赵，取消投资。秦明，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吧？两位老板凭什么听你的？你以为你做个项目就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公司的资源，你能做个屁的项目！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你以为两位老总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投资的公司吗？没错，他们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投资的。笑话！赵总和王总看重的是公司的产品，是公司的潜力。哎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也敢说出这种大话？哎，你要真这么牛，你怎么不把我们俩封杀了呀？啊？好啊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如你所愿。告诉所有的投资人及合作方，以后谁敢跟他合作，那就是跟我做的。遵命，秦总。你们叫他秦总？你们喊他秦总太担得起他了，喊一声小钱都高抬他了。那我就现在告诉你，凭我秦明不让投资，他们就不能投资。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？两位老总抬举你，叫你一声秦总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呼风唤雨了？他们抬举我没错，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就是怕我跟你离婚，重新做回一个一穷二白的农村人，所以才说出这种让全行业封杀我的话来吓唬我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一定离。你也会定。老赵，咱们也走。苏总，你就算要撒泼打滚，也得挑个时候吧。没有秦总，公司能有今天？你为了这个小白脸，拿公司所有人的前途和生计当玩笑啊！行，那我叶城也不干了。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啊！诗诗，你放心，就算秦明他故意作妖破坏投资，只要有我在，拿下投资还是板上钉钉。没错，等拿下投资，再慢慢跟他算账。走，我们去追王总和赵总。哎，在那儿呢。秦总，请上车。王总怎么会自降身份给他开门？秦总，
你真要辞职啊？你说这要是传出去，那帮死有钱人不得为了抢你抢得打破头啊！秦总，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了，我认真的，要不来我们公司当总经理怎么样？我给你开年薪3000万，外加1成干股。行，老赵，你磕碜秦总啊？就你那小破集团，秦总能入眼？我给5000万年薪，外加2成干股。秦总，你跟着我干。哎，你个老小子，还不走？哎，好，走了，处处跟我对着干。怎么会这样？秦明不过就是一个窝囊废，怎么可能让几个老总漫天出价的拉拢他？这不是真的。诗诗，我知道了，难怪这个废物作妖破坏投资，肯定是他吃里扒外出卖公司技术，这是盗窃，我们可以告他。有眼无珠，又蠢又坏，说的就是你。没有了秦总，就这个破公司，谁愿意投资啊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要跳槽？早就知道他认识投资人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是不是想合起伙来坑我？事到如今，苏诗诗，你还是蠢不自知啊！秦总是全球顶尖引领行业的天才，为了让你拥有一份事业，秦总每天夜以继日的加班做项目。而你呢，一边花着秦总赚的血汗钱，一边给这个小白脸买豪车买豪表，一边还嫌弃着秦总。就你这样的贱女人，你配吗？我呸！我告诉你，我他妈也不干了！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离了秦总，就你们这个破公司，不出3个小时，系统就得崩溃，要不了3天就得倒闭。诗诗，王总和赵总上来了。你现在只是看到了我冰山的一角，赶紧把字签了吧，给自己留点体面，否则会有人帮你提。气死我了！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嫁给了秦明这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？现在不仅敢给我甩脸子，竟然还无理取闹，让王总和赵总取消投资。诗诗，都怪我不好，惹怒了秦明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搞砸今天的投资。这不怪你，你也是为了我和公司好，都怪秦明这个小肚鸡肠的窝囊废。要不是当初我可怜他，让他来我公司上班，不然就凭他一个臭乡下来的，也配认识投资人？诗诗，说起来，秦明也太窝囊废了。这个窝囊废竟然敢拿离婚来威胁我，那我就让他净身出户。离开了我，他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，我让他哭都没地方哭。好了，诗诗，别生气了，去翻了身子我会心疼的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苏小姐你好，我受秦总委托帮他处理离婚事宜，这是离婚协议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再手里签字。怎么了，诗诗？秦明这个窝囊废竟然妄想分我一半的家产。你告诉他，想离婚可以，但他得净身出户，想分我的家产，门儿都没有。秦总说了，净身出户他可以同意，签字。看来秦明还有点自知之明啊。算他识相。秦总让我转告一句话：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后悔？笑话！跟他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离婚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该后悔的应该是他。好了，诗诗，没必要为这种跳梁小丑生气。苏总，怎么了？咱们的程序崩溃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他妈也不干了！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离了秦总，就你们这个破公司，不出3个小时，系统就得崩溃，要不了3天
就得倒闭。程序竟然真的崩溃了，叶城怎么会知道程序崩溃？苏总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，10万火急啊！如果咱们不能及时的修复程序，那用户退款、合作方取消合作，咱们可就亏大了呀！我用你提醒，你一个当主管的，还来问我怎么办？我养你们吃干饭的，程序崩溃了，难道不会去修复吗？苏总，不是我们不修复啊，那是什么？你们想用这种方式要挟诗诗给你们涨薪发奖金？姓胡的，你少秒呢！苏总，是那个代码太复杂了，我们任何方法都试过了，可就是修复不了啊！苏总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，哪怕是请求外援都可以啊！以前都是谁修复的，你找他修复不就好了？您这话说的，会修的人都已经辞职了。谁？给我找回来啊！您不知道？是秦总啊！你说什么？只有秦明那个窝囊废才能修复？诗诗，你别听他危言耸听。我们公司的程序不仅先进，而且很稳定，怎么秦明走了就不行了？我看啊，你们就是一伙的，故意把程序搞崩溃，合起伙来坑诗诗。你懂什么呀？谁能比得上秦总啊？那秦总可是互联网领域的天才，他设计的程序那是既稳定又先进。行了，谁不知道秦明是个窝囊废啊？你也别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啊！诗诗，我看呀，把这群吃干饭废物全开除了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程序员还不好找吗？啊！八蛋，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想开除我？我还告诉你，也不太好了。虽然我不及秦总的1/1000，但好歹也跟了秦总这么久。离开你们这个破公司，我到哪不是座上宾？公司有你这样的蠢老板和你的臭不要脸的小人，迟早倒闭，我也辞职。对，我也不干了。我们也不干了。待在这样的破公司，哪有什么前途？走，跟我一起去投奔秦总。我还告诉你们，除了秦总，谁来都没用。程序修复不好，你们就等着给用户和合作方退款赔钱吧。走。诗诗，别为这群废物生气了，他们和秦明蛇鼠一窝，心里肯定憋着坏，说不定这次程序崩溃就是他们故意搞的破坏。现在滚了也好，咱们重新招人啊！这个该死的秦明，不会放过他的。只是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去哪儿找修复的人？有一个外号叫天启的全球顶级天才，常年在巅峰网吧，我们去请他来，肯定能解决问题。真的吗？相信我，诗诗，我们现在就去把他请来。走。秦总，你可别告诉我，你就是在这破网吧研发你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。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天启呀！我没有自己的电脑，我之前想买，苏诗诗说电脑太贵，而且会玩物丧志，我只能来网吧。他还要不要点脸呢？他用你挣的钱，给他那个初恋买1000多万的法拉利，他都不嫌贵，给你买台电脑他就嫌贵。苏总，我说真的，我给你5000万年薪，外加2成干股。还有，你也离婚了，我女儿今年刚满18岁，长得貌美如花，你考虑考虑呗。好你个老王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想当我老丈人？切，我就是想让你带来的。老王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准备做一番属于自己的事。说的也是，你早就该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。为了照顾那个苏诗诗的感受，这些年你处处藏着，到头来什么都没落，连我都看不下去。哦，对了，说起来有个大佬昨天刚回国，就向我打听你的事儿，他想见你一面。那也得等我调试完电脑，等忙完了再说。行，那我在楼下等你。臭死了！你说的天启
就在这儿，靠不靠谱啊？诗诗你就放心吧，他可是全球顶级的天才，像程序崩溃这种小问题，他顷刻间就能解决。怎么是你？天启呢？秦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本在这个包厢里的人呢？我有必要告诉你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个窝囊废被我扫地出门以后心怀不满，所以搞崩了我们公司的程序，现在又抢了天启的包房，想要冒名顶替。秦明，我知道你因为和诗诗离婚有怨气嫉妒，但你也不能把公司程序搞崩溃以后，妨碍我们找天启去修复吧。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我给你道歉行吗？你给他道什么歉？应该是他给你道歉才对。我告诉你，请，就你这样的窝囊废，还敢冒充大名鼎鼎的天启，等着被全行业封杀吧。还有，你搞崩我们公司的程序，我一定会起诉你。我忙完了，你楼下接我。第一，别再找天启，因为我就是，我不可能帮你。第二，少给我泼脏水，还不屑于干这种事。至于全行业封杀我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他就是天启，怎么可能？诗诗，你别再骗了，他如果是大名鼎鼎的天启，怎么可能在公司籍籍无名？王八蛋，差点被他给骗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天启又不在网吧，我们得去哪儿找他？诗诗，你别急，我去找人打听一下。秦总，这位就是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是怎么不能是我吗？你们认识啊？当然认识，秦总可是我们大学时候的校草，我追了他3年呢。但是秦总从来都没有把我睁眼放到眼里。别开玩笑了，你是首富千金，怎么会看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？再说了，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有这回事？那个时候你的眼里只有苏诗诗，哪里看得到其他人？你找我来不会为了只说这个？那我也就直入主题了。我对你研发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非常感兴趣，我决定要给你投资。你准备投资多少钱？卡里有100亿，就当做我给你的投资款。100亿，真不愧是乔小姐，这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啊！我是要做自己的事业，但这笔钱我不能拿。为什么？哦，你是怕我成为第二个苏诗诗？你放心好了，我只占49%的股份，你技术入股占51%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就当做我求你了，总行了吧？行吧，那我就不赌气，有我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，这笔买卖绝对稳赚。就算是亏了，我也不怕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明天晚上呢，我家会举办一场酒会，你开着我车过去。你家的酒会，我去干什么？你还真是个呆子。我们现在可是合伙人，难道你的系统不需要发布啊？更何况之后要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，你不出去露脸，难道让我天天在外抛头露面啊？好吧，我去就是了。恭喜秦总，乔小姐，那可比苏诗诗强1000倍万倍。她怎么样已经和我没关系了，但什么？你不会对她还余情未了吧？我不喜欢给人家什么用啊？1分1毫都不能少。诗诗，有消息了。他人呢？听说他明晚会出席首富乔家的酒会，我走了门路，让咱们也参加酒会了。好，这次一定要请他过来帮忙。真不愧是首富乔家，只是举办一个酒会就搞这么大排场。听说
除了乔家三小姐会来，乔家那位海卫大小姐也会来参加，而且还要给各界名流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。谢谢你啊，无聊，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哪像秦明那个窝囊废，帮不上我也就算，还净给我拖后腿。诗诗，为了你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哎，诗诗，快看，那个就是乔家大小姐的专属作家，她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那我们要不要过去迎接她，给她留个好印象？走。怎么是秦明这个窝囊废？这怎么可能？哦，我知道，他一定是因为净身疏户，所以心怀不满，来纠缠我的。不能让他进去。站住！秦明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对你死缠烂打，我看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龌龊的小心思，你以为租了一辆豪车充门面，我就能后悔跟你离婚？痴心妄想！秦明，我知道你和诗诗离婚心怀不满，但是有事冲我来呀，别纠缠诗诗啊！打住！我不是来找他的，我也不想跟你废话。好狗不挡道，给我让开！秦明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还敢骂我们？你不是来纠缠我的，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你不会想说是来参加乔家商业酒会的吧？不然呢？秦明，你不是纠缠诗诗就好，但是这种规格的酒会，来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，就算我和诗诗也花了很大功夫才参与。所以呢？你和诗诗已经离婚了，是个无业游民，就别来凑热闹，要不然传出去你无所谓，丢的是诗诗才对。赶紧滚！别逼我叫人把你赶出去。苏诗诗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含金量。今天不仅没有人会赶我，反而会专程请我进去。就凭你这窝囊废？没错，就凭你。你看，接我的人来了。秦总，小姐让我来接您。秦总，小姐让我来接您。你说来接他？有问题吗？你们家小姐是谁？当然是乔家新丁乔西大小姐。和他们说这些干什么？带路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一个窝囊废，怎么可能抱上乔家大小姐这个大腿？诗诗，我知道了。什么？我说他们为什么冒充天启，原来是打着骗乔家大小姐。秦明这个窝囊废还真是胆大包天。不过这是咱们的好机会，我们把他冒充天启的消息告诉乔家，不仅能报复秦明，还能获得乔家的青睐，还愁不能一举冲天。对呀，快去告诉乔家大小姐。这布置的挺好的。有什么好事？王总，好久不见。介绍介绍。挺长时间没见，客气了，来。祝贺秦总啊，海阔凭鱼。秦总，以后可要秦总带我和老王发财了。哎，放心，我忘了谁也不会忘记你们哥俩。诗诗，人在那儿。走，抓住他。秦明。秦明，你个骗子，竟然还敢骗乔家大小姐！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，还真让你给得逞。秦明，我和诗诗可是为了你好才做的人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你知道骗乔大小姐的下场是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敢泼秦总，我是你们的。看在你是我前妻的份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否则我不介意破例打死你。大家快来看呐！这
这个人就是个骗子，他冒充天启大神，想要诓骗乔家大小姐。放手！放开手，让你逃跑吧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开他！你是谁？美女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。这小子就是个骗子，冒充天启讹骗乔家大小姐，放跑了他，乔家大小姐怪罪下来，你可是不急了。你们说他是骗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骗的是乔家大小姐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们谁来告诉他我是谁？苏诗诗，你简直蠢得无可救药。这位就是乔家大小姐乔西。您就是乔家大小姐？乔大小姐，秦明啊就是个骗子，他被诗诗扫地出门之后，就跑到巅峰网吧冒充天启大神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没错，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。哦，原来你就是秦明的前妻苏诗诗啊，果然是真的可以啊！乔小姐，你看我帮你抓住骗子，您不感谢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骂我呀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守着秦明这样的宝藏，却不知道珍惜，还出轨了这个人渣，难道不是蠢到家了吗？你还说秦明冒充了天启大神，你以为我会跟你一样蠢？也好，今天让你开开眼，让你好好看看，这个曾经属于你的男人是多么优秀。秦明，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产品吧。各位，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是我新开发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。我把它命名为天启，大家可以随意测试。我先来。天启，帮我分析一下苏秦集团一个叫吴良的人。经分析，吴良品行低劣，曾因盗窃、诈骗入狱，出狱后同时交往多名女性，私生活混乱，患有梅毒等性病。假的！这关系都胡说八道。证据如下。那你疯了！疯婆子滚一边去！无良，你敢骗我？秦明，你真有这么大本事？就算我是人渣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啊？你的事，警方会和你说。拖走。秦明，老公，我后悔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复婚吧，好不好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和吴良彻底结束了。滚！我不走，老公，你管管我，你不管我，我们的公司就要破产了呀！你不能因为我犯了一次错误就不要我了，老公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没有我你就完了。秦明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你不管我，外面那些追债的人会吃了我的。我不想破产，我不想过穷日子。这不是你自作自受吗？滚！秦明，往后余生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小姐，吴良带着苏诗诗跳楼了。
可惜，让他们死得太痛快了。